你这么快呀？小心点儿。爸爸来了。谢谢小姐。今天我们来这个新小区，一家4口来遛弯儿。他们2个，一个跑步，一个骑滑板车，然后我带着这个小不点儿，只能走路。走路的时候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来聊一下。前段时间我做的那个兼职的快递的工作，我送那个杂志的时候呢，遇到另外一个妈妈在送另外一份杂志，所以我就觉得好像送杂志确实挺适合全职妈妈来做的一份兼职工作。所以今天稍微聊一下，像是赚了多少钱，工作时间，然后我需要做什么，以及怎么找这种工作。我送的那个杂志呢，是我们这个地区面向家庭的一个免费的杂志，罗列了一些我们这个地区的亲子活动，所以它这个杂志的分发的人群呢，也就是小学、幼儿园、教堂的 play group 这样，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当时是一直在教堂、小学这些地方跑。那我具体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杂志社会把一定数量的杂志它送到我们家来，我需要按照他们给的一张表，上面有写说这个学校要多少本，那个幼儿园要多少本，然后我需要按照数量把这个杂志分发给这些地方。所以工作内容还是蛮简单的，然后需要一点点的体力，就是杂志社把杂志送到你们家的时候，如果你的院子里没有地方储存这些杂志，你可能会需要把它先搬到家里，你准备送的那一天，然后再把它搬到车上。因为你知道这么多杂志，如果你就直接存在车上会很耗油的，但是如果你杂志社给你的当下你马上就能分发的话，我觉得基本上就不用什么体力。像一些小的这些点，像有的就只需要20本、15本，所以就很薄，那个杂志就20几页，所以10几本就根本不算什么重量。如果特别沉的，比如说我最多的好像是有一个 location 是360本，它就会需要一个小推车，那把它推进去也就好了。所以我觉得对体力是没有什么要求的，也没有一般快递那么有压力，早一天晚一天送其实没有关系，他给我的时间是1个星期内送到就可以了。如果丢了的话基本上也不会丢，就是给前台嘛。如果你送错了本数，差个1、2本，他也不会特别介意。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是没有什么压力的。我当初去申请这个工作呢，不完全是为了赚钱啊，这就是想在带娃的间隙有一个喘气的机会，离开小朋友，然后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因为这个杂志是双月刊，等于2个月才需要送1次杂志，2个月出去做一天这样的工作，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我跟这个杂志社也不是雇佣关系，就相当于一个 contractor 吧，所以我算是自雇，1年应该也赚不到那个交税的标准，所以也不用交税，工资就是纯的收入。它呢是每送一个 location 给一个固定的金额，所以如果比如说这次我是送了43个点，他就给了我金额乘以43，然后还给了我一些汽油的补贴，所以总共是给了我98磅。最近油价特别高，最后跑完到家的时候，我算了一下，我应该是花了大概18磅的汽油，纯收入应该就是大概80磅。那么我的时间，我是特意挑我都要去 after school club 的那一天，就是他那一天会4点钟放学，他平时3点嘛，所以9点钟我把他送到学校之后就出发了。4点钟回来接他。那因为我不住在那个镇上，所以我来回其实是很浪费时间以及汽油的。就因为我第一次嘛，非常不熟悉那些地点，加上我当时也在拍视频，导致我一趟没有送完，剩了10来个这点没有送完。第二天早上我又送了半天，我是9点钟出发，11点半回家的，2趟的这个路上的时间就有2个小时，然后汽油呢。这个工资是不高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蛮适合全职妈妈来做的。首先它不是要求你每天都去送，2个月送1次，然后如果你是住在那个镇上的话，也不会像我这么紧张，就是你有时间，早上有2个小时时间你就去送一下，然后只要在1个星期之内把这些送完就可以了。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如果住在当地的妈妈来做的一个兼职的工作。然后怎么来找这种兼职工作呢？像超市、艺术中心、教堂、学校，你注意的话就会看到墙边上会放一些这种免费杂志可以拿一本那个杂志翻开看一看里面有没有招这种分发杂志员，
这种叫 distributor。我找的这个工作呢，我其实已经问过这个编辑3次。我给他发邮件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以前给他发过邮件，2019年给他发过一次邮件，然后2020年还是21年也发过一次，这是我第3次问他这个工作了。所以这个工作还是蛮机缘巧合的，因为它不会一直需要，但是好像它流动性也比较大，可能过个半年之前那个人就有什么事情不想做了，然后这个职位又空出来，所以就可以持续关注一下。以上就是兼职送杂志这个工作的这么一个分享，然后我觉得我还有一些兼职的 idea 可以跟大家分享。好，下期再见啦。